凌晨，外面发生什么事了？你为何不守山门？有人闯入，我去禀报掌门。琼华山门结界已破，掌门早已知晓。明幽呢？他在门外迎敌。要奉命也是明幽师弟奉你的命，你到底是谁？ 梦离，这外面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？梦离，哎，梦离，梦离，醒醒，你怎么了？凌莎，我怎么叫你你都不醒，你吓死我了！凌莎，是发生什么事了吗？ 外面听起来很嘈杂，大概是出事儿了。在那儿，我哪去了？快！找出来了，快看看！快！这边！快找！快！别让他们跑了！快追！快点，我们去那边！婉若师兄，有人闯入琼华了，您怎么不去御敌啊？怎么，师兄？你不是幻术。 梦离，小心！梦离，梦离，梦离，你是谁？我是谁并不重要，你可知道你是谁？凌莎。 梦离，你怎么了？我好像看到了什么东西，我头好晕。我未能一眼认出来你，原来是因为这个东西。你究竟是谁？为何来此？你可知道你是谁？ 我乃琼华弟子柳梦离，你要干什么？放心，我是来帮助你的。你不适合这个肮脏之地，跟我走，我会告诉你我是谁，你是谁。跟我走。哎。 陛下，孽畜，闯我琼华掳我弟子，意欲何为？林莎，你没事吧？先别管我，那个妖怪又装那里。臭妖怪，伤了林莎还想抓走梦离，找死！梦离，我要么跟他一起走，要么跟他一起死，你们选择吧。不能让他伤了梦离。我干什么？我现在给你2个选择，
要么我即刻自刎，要么你就放了我。我还会来找你的。骑兵掌门，妖兽现已逃离琼华，可有弟子受伤？其他弟子皆是昏迷，现已醒，只有灵莎伤势不明。我们应趁此机会追到那孟魔妖。掌门，掌门，掌门，灵莎现下如何？梦离正在为他疗伤。掌门，情况紧急，我能不能进去看看？此乃女弟子院，多有不便，我等还是……事出情急，无妨。灵莎，掌门来了。掌门，灵莎，感觉怎么样？没事儿，梦离一治就好。那妖兽为何会来女弟子院？梦离，那妖兽为何要来找你啊？我是感觉他们是想拿梦离当人质，然后逼我们交换什么？难道龟胁知道韩灵莎是宿主，为阻止双剑合璧而来杀他？灵莎，那人可是直接伤了你。还好天河跟紫英师叔及时赶到，不然我就是一个小命不保。你们房内为何会有妖气？啊？妖气？掌门。掌门请看，梦离的身上沾有妖血，想必是此妖血散发的妖气。大战将至，妖界已然蠢蠢欲动，你们一定要小心防范。我猜测，梦魔妖族定然是知道你们三人助玄霄师弟破冰，有意阻止，所以你们要加倍小心，尤其是灵莎，她体内的寒气还未根除，你们要好好保护她。放心吧，掌门。放心吧，掌门。灵莎，明日午时你来找我，我再为你医治。多谢掌门。厉将流，当日你被心爱之人所刺，如果不是我帮你，你已然魂飞魄散了。你可还记得你我的约定？我帮你寻遗物，你让我复仇。东西呢？你要的东西，我已经帮你做好了。主公，快！老东西，你烦不烦人？我不吃。子英，劝他吃。你先放下，听我和子英说完。
放下，放下。我刚才说哪儿了？说到找昆林，找昆林。找昆林。昆林的线索我已经告诉你了，你前去探查。云天河他体质特殊，你带着他前去，或许会找到。紫云谨遵长老嘱托，明日便去巢湖。该你举旗了。此局，紫云解不开。无妨无妨，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棋局，这盘棋呀，还是留给我和青阳下吧。让我来对付这个老家伙。灵山参见掌门。免礼。之前我与你说，我会找到根治你体寒症的方法，正是此物。这么盛的红光，是什么宝物啊？还能治体寒症？此乃红珀，是世间稀有暖玉，只有它能抵御至阴之寒。望舒剑匣和西河剑的一部分皆以此铸造。这么贵重，那拿来给我治病，岂不是可惜？你体质微寒，本不该去寻找寒气的，但是你与云天河、柳梦离，你们三人情谊深重，形影不离，你断然会追随他们一起去寻找最后一件寒气，故此赠你红珀护身，这样你也无需担忧紫英和柳梦离给你输入灵力了。况且，身为掌门，我怎可食言，怎可不护自己的弟子？可是掌门，您的恩德，灵刷无以为报。正如你之前所说，把我当做你最信任的亲人就好了。您对灵沙有救命之恩，我定不负您，一定去跟天河他们一起把第三件寒气找回来。我信。此物需注入体内，方可攻备。把手抬起来。啊，我现在感觉浑身就像有暖流。灵沙再谢掌门。你我之间无需多礼。红珀刚刚注入你体内，回去好好休息吧。是。师弟，你不是说让我好生调教宿主吗？你说我没有天赋，那我就让你刮目相看。那孟莫妖敢夜闯琼华，天清又在此处设立了人妖共处的清凤阁，这里必然有孟莫同族。查到了吗？何人？我叫素申，原是琼华宗炼长老之徒。
宗炼的徒弟，你带着这么一个假人跟踪我，难不成是想替你师父报仇啊？这10几年来，我一直在找杀害我师父的凶手。我打探到北柯，但是他已经死了。他幕后的主使者就是你。不错，是我龟血，你又能奈我何？用我这尊贵的双手来解决你这么一个气数快尽的女流之辈，实在丢人。还是找地方等死吧。我知道我的命数不久，我们做个交换吧。交换？你能拿什么交换？你的半条命吗？当年是我放了你们默默少主的一条性命，后来又做了梦离的师傅。你做过少主的师傅？因为我已经知道，19年前琼华与幻冥界之战是因何而起，我能做的就是尽我所力保护梦离。当年我离开琼华设立时，定要在有生之年查明所有真相，而现在只差我师父之死这一件。没想到，这琼华竟然还有一个能让我龟邪敬佩之人。总炼师傅的定魂剑怎么会在你这儿？这东西我留着，原本是想要在大战再来之时用于羞辱琼华，但你能护我少主，我便还给你吧。你告诉我，我师父究竟是怎么死的？宗主，你命师兄来找我，是有什么急事啊？梦离，你该离开琼华了。哦，对，我们已经找到第3件寒气昆凌的线索，应该很快就要下山去寻找了。我的意思是，你这次下山就不要再回来了。宗主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你迟早会明白我的意图，我是为了你好。可是梦离来琼华，就是为了探寻身世。现在身世未查明，梦离不会就这么离开的。梦离啊，叶儿就是因为自己的身世而死，你又何必执念于此呢？要不是19年前那场恶战，很多人现在应该还好好的活着。如今大战轮回将至，我可不想厮杀仇恨再轮回到你的身上。孩子，永远不要回来，你不属于这里。若您把我当自己孩子一样，恳请宗主，这次让我自己做决定吧。我对你的保护也只能言尽于此了，你好自为之。多谢宗主关心。能让我再一次见见叶儿吗？说好今天出发，睡过头了？他早已不是之前的云天河了，他定是去给玄霄师叔辞行了。哎，不好意思啊，干嘛去了？我来晚了，
干嘛去了？我刚刚去跟玄霄大哥辞行了。大哥？啊，他让我跟他结拜为生死不负的兄弟。啊，我知道辈分不同，但是他跟我说，兄弟代表的是一种情谊。行啊你，云天河，你现在在琼华不仅有师傅，还有大哥罩着你，那我跟梦离是不是得叫你一声大哥？啊，梦离，梦离。梦离，如此心神不宁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只是突然觉得有点舍不得琼华。没事的，梦离，说不定我们很快就能找到昆凌，马上就能回琼华了。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师傅，申姐姐，申姐姐，师傅，你终于肯回琼华了。机缘到了，我该回来了。你们这是要去寻找昆凌？崇光长老跟我说，昆凌曾在巢湖出现，我们准备先去巢湖。怎么了，师傅？我这次回来，其实有些话必须要对你说。说完之后，你们再出发吧。好。我记得师公重伤时，这把剑不知所终。师傅从何处得来？究竟是谁害死了师公？这个问题，我这寻了很久，一路查到北柯，是他重伤了师傅，而他的幕后主使者，就是默默族大将龟胁。龟胁，就是前日闯入琼华的穆莫妖。总炼师傅的这把断剑，就是他给我的。大人，没有。说，你将铸剑手记到底藏在哪儿了？告诉龟胁，我是不会让梦魔族得到铸剑手记的。龟胁大人早就料到你会如此，他也让我转告你，你不交出铸剑手记，只能死。紫荆之力重伤其心脉，宗烈活不了多久了。宗烈长老，师公，是谁把你打伤的？我去给你报仇。师公不能陪你了，孩子，丢灰一段。剑匣留给你，你记着，除魔卫道，心向光明。无论何种原因，我一定要替师公报仇。师父告诉你这些，并不是让你一味的仇恨默默族。我希望你能够找到我师父所铸的手记，或许就能够找到化解幻冥剑和琼华之战的方法。这等仇恨怎能化解？怎么聊这么久？梦离，你怎么没进去啊？紫英师叔跟师父亲如母子，而且紫英师叔对于当年师父离开心有戒怀，我猜想现在师父在给他打开心结吧。19年前，我和你的想法一样。可是当我看到天青和素玉离开琼华之后，
我的心里便开始有了疑惑。他们是那么善良的人，会不顾同门的性命离开琼华，而这场恶战牺牲了那么多人的性命，究竟又是为了什么？这就是我为什么当年抛下你离开琼华的原因。我要找到真相。那师父找到真相了吗？凡是经历过19年前大战的人，每个人的心中都有自己的真相，而我只能告诉你，天亲和素玉离开琼华，是为了拯救更多人的性命。这让我意识到，我自己心中的仇恨是错的。子英，我将这定魂剑交给你，是希望你能够查明宗炼师父的夙愿。剑可断，但本心不能变。你要清楚地判断该恨谁，该保护谁，该如何取舍决断。小子英，这是师父能教授你的最后一番话，你一定要记住。出来了。师父，师父，我能感受到你体内灵力微弱，你能不能告诉我实情？你现在可还好？放心吧，没有什么大碍。好了，你们差不多也该出发去青鸾峰了吧？去青鸾峰？不是要去巢湖找昆凌吗？天亲曾与我说过，昆凌所在自有缘法，会印在你云天河的身上。好，我了解青鸾峰，我一定能找到。那我看着你们出发。哎，怎么样？这里就是我从小长大的青鸾峰，也是我和林莎第一次认识相遇的地方。置身于此，感觉像回到家一样安定。是啊，林莎也说了，等她和她阿姐的病治好之后，也想住在这儿，不问江湖事。无论如何，是妖必诛。天河，你爹人妖共处之道，我实在无法接受。我不想在此地久留，速速找到昆凌，离开此地。哎，天河，那个你赶紧想想，昆凌到底会在什么样的地方？我爹最常待的就是书屋，还有我娘的石城西洞，最应该就在这2个地方。那这样，我对你的书屋比较熟悉，我就跟子英去书屋，然后你跟梦离去石城西洞吧。好。去吧。走吧。子英走了，带你看看。素身参见掌门。素身，你终于回来了。我知道
你心里还是惦记着琼华的，还是放不下我这个师姐的，是不是？是啊，11年了，还是当年那个事情。可是苏神不再是当年那个苏神了。你可还记得，当年我们一同上山，入琼华的时候，亲如姐妹，我们发誓永远不离开的。可是，当时抛下一句，说想要过无忧无虑的生活，就离开了我。我也想永远做师姐心中那个横冲直撞的小师妹，但是你我心中所捍卫的道不同，你要的是琼华高高在上的掌门，而我要的是清白和公正。没有修为，没有权力，如何捍卫清白和公正啊？你应该知道，琼华的高阶弟子早在19年前的时候都已经阵亡了。如今大战将至，你回来帮我好不好？我们一起捍卫琼华。19年前的恶果延续至今，宗烈师傅死了，青阳长老疯癫逃避，玄霄被冰封，重光长老修为尽废，你到底还要让多少人送命？你回来，难道就是要告诉我这些吗？师姐，你可知我为何离开琼华？就是因为天青和素玉当年并不是叛逃，他们是为了拯救更多人的性命。这是我救下的孟墨族少主。玄真师兄临终前让我带走他的女儿，可我来此，孩子却不见了，想必是有人救走了。可是你们为什么要救妖？为什么要叛门？妖亦无辜，此战逆天。师姐，云天晴和素玉当年救的到底是什么妖？天晴没有告诉我。当年我琼华弟子在卷云台与幻冥界决一死战，而他们却不顾同门弟子的性命去救妖。我看他们不仅是叛门，他们简直是疯了。也就在那个时候，我的心里也是疑问丛生，所以我离开琼华根本就不是浪迹江湖，而是要查明天晴和素玉这么做的真正缘由。我发现，不是天晴疯了，是整个琼华疯了。天晴说的没错，那场大战根本就是逆天。不逆天，怎能改命？难道就为了这一个逆天改命，就要让那么多的同门去送命吗？他们的命难道就不是命吗？师姐，你能不能不要再去执着于那个升天了，也不要再去执着于那个玄霄，他的心中从来都没有你。你知道什么？19年来，我殚精竭虑地坐在这个位置上，我竭尽所能地保护琼华。我为的不是要掌门这个位置，我为的是要与玄霄齐平，我要与他一起成就大业。我素瑶只有这一件。苏轼，我马上给你输入灵力。该说的，苏轼都已经说完了。苏轼，苏轼，苏轼是自行耗费灵力，剩下这最后一口气，
就是为了能够跟世界见上最后一面。苏轼，你为什么如此狠心，如此决绝地离开我？苏瑶师姐，你还记得当年你刚来琼华时的样子？你的心情温和，可爱笑了。可是，你有多久没有那样的笑容了？你若心中痛苦，圣贤又能如何呢？若有来世，我定然要做个寻常女子，过着寻常的日子。苏轼，苏轼，苏轼，苏轼。云舒，我已经知道了，你当年为何要为我戴上帝女翡翠。可梦里真的很想知道，我究竟是谁。莫离，你别担心，等我们旧选校前辈出来之后，他一定会告诉你你的身世的。我怕。莫离，你的身世是什么，其实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是什么样的人。什么样的人？好了，梦离，别想这些了，你赶快帮我找找昆凌吧。我刚周围都找遍了，都没有找到可以藏昆凌的地方。会不会这昆凌根本不在石城西洞啊？昆凌乃是至寒之气，这边常年冰冻，我想必然在此。这个墓室都是冰凌，而只有这个石基是未结冰霜的。天河，只有你可以碰寒气，你要不用灵力试探看看？好。崇光长老跟紫英师叔说，昆凌乃是昆羽所唤的鳞片，应该就是他。太好了！天河，别过来！危险！天河，你快松手啊！不行，好像把我给吸住了。这是我救下的孟魔族少主。寿阳已经是妖幻横行，就连我们的女儿也死于孟墨妖物之手啊！天晴，你一定要杀了他们，替我的女儿报仇。大嫂放心，妖族作恶，
天青自会处置。但首先，我要将这孩子托付给你们。啊？好漂亮的孩子，就如同我们的晴儿。这是我和素玉从恶妖的手中救下的，他父母已双亡。我知你们二位一直沉浸在失去爱女的痛苦当中，不妨就将她当做你们的女儿吧。我们有女儿了，我们有女儿了。她有名字吗？天晴。梦离，她叫柳梦离。我们一定把这个孩子当亲生的一样照顾，百般的呵护。多可爱！我知你的灵识已开，记着这些也是无用。太好，忘了。决定与非从无关。不再交织的心，不再有你晕眩，或许是彼此的默契。不敢看你眼睛，映照蜷缩的心，如今满是疮痍。我憧憬每次能与你能够彼此相偎相依，微风轻拂过发梢，把我困在了你的世界里。我梳理着万千思绪，不让自己在你的世界陷入谷底。可回忆放不过自己，还要如影随形。每当我闭上眼睛，每个画面都是你，重复着你的身影慢慢靠近，重新把我抱进眼